为什么很多清代官员常常自称奴才呢？奴才与奴隶并不是同义词，但是确实有阶级成分在里面。奴才一词只出现在清朝一代，不过在清朝，并不是人人都有资格称奴才的。虽然奴才是贬义词，但是在清朝，自称奴才就等于是主人的亲近之人。如果你不是主子的褒义奴才，是没有权利自称奴才的。我们都知道，满清的前身是后金，是游牧民族。在明朝已经萌芽资本主义的时候，后金还是奴隶制社会，统治者是奴隶主，被统治者自称奴才。入关之后，满清以较为落后的文明，统治了更为先进的文明。汉人又远远多于满洲人，所以统治者一边促进民族文化融合，一边又时刻警惕着汉人造反，主子奴才那一套就坚持了下来。由于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，一般是满族在旗的大臣自称奴才，汉族的大臣不称奴才而称臣。最开始的时候，这还只是约定俗成，但是到后来就有了明文规定。到了乾隆年间，就明确规定满族大臣公事称臣，私事称奴才，而汉族大臣不论公事私事，都只能称臣。如果汉族大臣自称了奴才，则会被皇帝训斥，而满族大臣如果私事不称奴才，也会被训斥。由此可见，只有满人才有资格自称为皇家的奴才，汉人是没有这种资格的。这就像是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别。满人自称一声奴才，可能不会觉得自尊受创，相反，这个自称让他们感觉很骄傲。而汉臣自称为臣，虽然保有一份自尊，却也明明白白的知道皇帝是防着自己的。鲁迅先生曾在《隔膜》一文中说过，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，大臣奏事必称奴才，而汉人却称臣就好。比如很多人非常喜欢看的清宫剧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，其中有铁三角乾隆和珅纪晓岚。和珅在乾隆面前就自称奴才，而纪晓岚就自称臣。那如果是为了巴结皇帝，那汉臣能不能自称奴才呢？答案是不能的。当然一般也没有人这么做，除非你立了大功，被编入汉军八旗，或者成为皇家的褒义奴才。这褒义奴才呢，就是皇家的私人奴隶了。比如大名鼎鼎的曹雪芹，就是汉军八级。年羹尧家则是褒义奴才。前几年热播的《延禧攻略》当中的令妃，也是出身褒义奴才。他们都有资格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。清朝末年，张勋第一次见慈禧太后的时候，自称为奴才。慈禧虽然没有治愈他的罪，但心里却很不满，因为一时笑他，导致汉臣满臣都在嘲笑他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